大家好，我是抹牛可张思宇。今天我会为大家分享一款复古新潮风格的发型。接下来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一一为大家去讲解细节。因为模特的发量是比较少的，所以我这一次呢会在侧区分3层。分3层在夹的时候呢，我会要在底部的位置先做一层是向内再向前的一个印象，就是让它有一点点往前勾，去打造一个这种比较有一点复古的这种印象。所以我们就平的进，然后再慢慢的滑到后面，让它的头发呢是往前的。好，这个底线呢就不用滑，就直接去做一个平卷就可以，做力度强一点，因为要让它稍微有一点点这种支撑度在这个里面。好，第2层的位置同样是做底线的啊，所以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一样的要保留住它的一个厚实廓形，能够让它廓出来的这种印象。前区呢，我们还是会打造一个向前走的留下，平行的。好，到了发尾的时候，往后这样子滑一下，这样子就会得到一个发尾是往前的一个这样子的印象。好，这一片是做侧面的一个宽度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做一个平卷。啊，如果要它更宽一点，我们就可以压一下这个表面，让它有一个力度是出来的这种印象。好，做复古新潮的这种风格呢，一定要记住，就是廓形呢，不要把顶上的头发做得过于的圆润，因为你把顶上的头发做得过于圆润的时候，整个头型呢，就是会比较成熟的这种印象。所以我们还是一样的，把发尾的力度做到往前，打到脸周有一个润的这种圆滑度，就是要让它有一点点幅度润的，这样子往前走。然后呢，我们在最表面的最外面这一层去打造一个 S 型啊，让它有一个波纹感在这个位置。所以呢，我选择的方向呢是往后去卷啊，让它这里错开一点点。好，我们要看到起伏度的位置。好，夹一点点幅度，然后呢，把马往后做完了就收紧的往后，夹一点点啊，一定要记住，再饱满的向后，这样子呢，我们就会得到这里有一个比较平稳的这种波纹的一个效果。好，脸周的副刘海的这个位置呢，因为我们要打造那种复古感，所以呢，就把这个位置的头发我们都是往前去卷它。好，让它，但是卷的时候一定要让它这个形态是比较润的一个印象，不要让它是特别硬朗的啊。刘海的部分呢，我不想去夹得过于的卷，所以我就直接平行的带一点点这种润度感出来就可以了。好，刘海的部分呢，我只需要它有点润度啊，所以我就会在夹的时候就直接给它一个平卷，但是尾巴呢，不要去把它过多的做的特别的卷啊。好，继续平卷滑行出一个柔和的 C 型出来就可以了。好，一定要打造出这种光亮感的这种刘海啊质地，要让它厚一点才会有复古感。因为如果我们把整个廓形做得很轻柔的时候，它那种复古感的印象就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在夹的时候，大部分我们都是要采用平卷去做啊。好，所以在这边夹的时候，我们拿手的这一段是放在下面啊，平行的静电棒啊，往后这样子带，滑行啊，让它的发尾往前这样子勾，有一个力是往前的。好，再看一遍，平行的做一点点蓬松，然后到发尾旋转为直立，往前勾。后一片的头发直接做水平的一个平行，做一个廓形的打底，让这个位置有一个宽度出来，不会导致这个面是一个平整的一个面啊。发量比较少呢，我们就分3层去做；发量多的话，一定要记住，就分2层就可以了。因为发量多，你分的层数越多的话，就会有一个问题，你的廓形就会越大。廓形越大的时候，自然感会少，成熟度会增加。好，同样的一个手法，平行的去静电棒往后去滑成直立的。好，脸周这一片呢，比下面这一片力度要强一点啊，因为不强的话，它会勾不到这个位置。然后我在修剪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把这个位置修的
前面短后面长一点，来营造这个形态的产生。如果我们剪的是一刀切的话，那它这个弧度这里就没有这个斜线的弧度啊，一定要注意。好，平行的去增加这个位置的一个宽度。好，表面的这一层头发呢，同样的，再加上我们边上有个小的这个刘海的，以前他剪了一个刘海的位置啊，拿起来，同样的平行的去进电棒啊，往后去滑，好，这一个力度呢，也可以比下面的力度再重一点，但是一定要记住，要滑出一个比较润的 C 型啊，不要滑出来有那种很硬朗的那种 C 型的感觉，这是我们在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好，这一片呢，就是给它做一个波纹出来，一定要。好，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侧的波纹起伏度的位置在哪里？哎，比如说这个位置是在刘海的下面一点点，那我们这边尽量也跟它稍微去平行一点，然后在刘海的这个位置，好，饱满的向后轻轻的放一下啊，一定要记住，轻轻的放啊，不需要去把这一个拱做的特别的拱，然后尽量的要滑一下，不需要去把它好推一下，好，轻轻压啊，一定不要去把力度做的特别的强烈。因为你把力度做的越强烈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做完以后，这个拱的这个幅度啊，就拱的特别的大，然后我们大板梳等一下在梳的时候，它梳不出那种润的那种波纹感，这是我们在夹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个细节啊。后区的话，因为我们的层次是零层次的，所以它这里本身就会比较短，所以我们就直接做一个底线，跟它是一个平行的一个底线就可以。因为我不太喜欢我等一下这个底线特别的乱，所以我就跟它在这个位置呢是做一个平行。因为打造复古感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就是尽量的以一些对称、厚重、波纹这种印象啊。但是如果要接近当代的一些审美的时候呢，在波纹的这种塑形上面就要让它柔和一点，然后等一下在廓形上呢，我们就不能说像以前那种复古的做的那么的大，而是要把廓形去减少一点点，减小一点。所以说我们拿来一些原来的元素在用的时候，我们也要结合当代的一些审美意识去做一个符合当代的造型啊。因为经典的很多东西其实是很漂亮的，只是可能放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有点成熟，或者是有一点点复古感。但是呢，复古的这种元素我们可以拿来用，但是你要结合当下的这种审美意识去做啊。好，这里我们还是一样的，全部都是做底线。底线这一层做完了以后呢，我们这里就开始做波纹。好，我们的波纹可以比这一片稍微的低一点点啊，不要在它平行的位置做，在它平行的位置做，头型这个位置容易显得比较宽，所以你看我会在它比较低的位置，同样的发尾是甩到这个前面，好，卷完了以后，你看把它拉平，在发尾的位置轻轻的过一个柔和度，让它有一个比较光滑平整的这样子的一个印象啊。好，这一侧也是一样的，看一下另外一侧的这一个幅度。好，平行这一个，好，发尾都是放到脸朝前的这个位置。好，发尾轻轻的滑，一定要记住不要往上去卷啊，因为一旦你往上去卷的时候，力度就太强了啊。好，最后这一片一定要记住，还是一样的，比这一片略微的低一点点啊。好，发尾的向前，好，滑行，好，压掉它，好，这样子我们的波纹感呢，就是这里到这里的位置呢，就是由高到低的一个斜线，而不会说我从这个位置到这里是平行的，头型会显得比较大啊。那今天我们的卷度呢就已经做完了，接下来我们开始打理。打理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要输出比较舒缓的这种波纹感，然后保持它厚实的一个廓形，这样子才会有一个复古感。然后要有新潮感的话，就是在脸周的位置，我们去制造一些细节出来。然后我会选择用板梳的方式，把它的头发的波纹去梳的比较顺滑一点点啊。然后同时这样子的廓形呢，它也会变得小一点。里面的头发我们可以梳的稍微的松散一点，让这个廓形扩出来一点。外面的头发我们尽量的要保持它的这种润度感啊，让这个波纹一定要有润的厚实的这样子的一个印象。里面的我们把它梳散一点，表面的就把它梳的有润度感一点啊。
尽量的把力度往前这样子去做一点点，让它这种复古的形态能够有更明显的这种印象。用大板梳调整完我们的形态以后呢，就在我们形态的边缘的轮廓位置去增加一些光泽度跟质感，不需要全头都去上啊，只需要在脸周或者增加一点点廓形的位置去上一点点湿化。脸周的细节的位置上一点点，然后在廓形的位置需要宽的位置去上一点。那要注意这个廓形的大小，跟他整个人的五官的大小要做一个匹配啊。因为这个模特是比较小巧的啊，所以我们的廓形不太适合去做的特别的大，所以就用大板梳梳出这个波纹感以后，梳出这种波纹感以后呢，就去增加一点点这种廓形感就可以了。然后细节的部位就是在脸周的位置，我们要去增加一点点这种束感，让整个形态呢有一点点的层次跟对比感所以我们在打理的时候就要注意这几个点就可以了。那么今天这一款复古新潮风格的发型，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我们这一组光呢，同样的还是商业质感的光，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复古新潮，所以我们需要照片呢有一些弱的对比。那么我们的模特的右后方呢，我们会放了一盏闪光灯，用来做漫反，然后这边呢我们会用到一个泡沫版的黑色的这个笼面，能够让它的这一边产生一点点阴影。因为整个均匀的均匀的光下面呢，我们要做一点点弱的对比然后在模特的前方呢，我们会放了一盏 LED 常亮灯，这个就是为了增加他眼神光，让他的眼神里面有一定的光感。然后在模特的右前方呢，有一个反光板，我们用到的是白色，去用到反光到这一面的位置。然后模特的正前方，我们还有一盏漫反的闪光灯，照亮整个环境的一个感觉。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拍完的模特的原片。拍完的整体的效果呢，就是会有一边暗有一边亮，但是整体的光呢又会是均匀的，就是在均匀的光里面我们做一些柔弱的对比感，这样子就整体的照片呢氛围感也会比较强烈一点。接下来我们第二组是黑白高对比的，然后在人物的右前方会有一盏雷达照的闪光灯，打到整个面部的轮廓感，然后在模特的两侧会放了黑色的吸光板来做深两边的轮廓的廓形，然后我们就会得到一张黑白的高对比的照片，有层次、有高光、有暗影。